姜婉为了营造自己的深情人设，炒他和天才打野的 CP， 在比赛时故意愣住不操作，然后满眼深情地看向对家的天才打野。比赛输了，可他火了，网友都被他的深情感动。原来爱一个人真的会爱到不可控制。我是真的磕了。而妹妹作为队友，只是在赛后对姜婉的失误提出批评，却被姜婉的粉丝攻击，说妹妹心机极度，想和姜婉抢打野，最后逼得妹妹抑郁自杀。1年后，我作为最负盛名的教练来到姜婉所在的战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全服都知道银翼战队的姜婉喜欢荣耀蓝鹰战队的天才选手林一，因为他的放水。巅峰赛时，银翼战队痛失金牌。赛后复盘声明，他通篇言文字撒娇。婉婉最喜欢林一哥哥，林一哥哥天下第一顶顶好，星号星号。比赛失利，婉婉难辞其咎，请大家别再怪我的队友了。他只是发泄情绪。婉婉没有被霸凌，一切都是婉婉的错误。婉婉在这对喜欢和支持银翼战队的粉丝朋友们表达最真诚的歉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。为爱放水，一碗 CP 是真的，磕了。谁年轻的时候没喜欢过帅哥？婉婉不哭，姐姐们支持你。某人真差劲，明明是自己技不如人，没拿到冠军，还怪天怪地怪队友。婉宝，咱不背这个锅，这是电竞职业赛，不是恋综。下台花痴去，犯得着比赛放水吗？楼上披皮黑，别理他。婉婉都道歉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不就输了场比赛？哪有婉宝的终身大事重要？整评姜婉粉丝的洗地言论。我滑动退出界面，视线落到电脑上。我一眼不眨地盯着暂停的监控视频副本。画面里，短发女孩抓着另一个女孩的手臂，急得满脸通红。我手指发颤，轻轻抚摸上电脑屏幕那张模糊稚气的脸，哑声道：“妹妹，你在天上看好了。姐姐绝对不会放过每一个伤害过你的人。1年前，银翼战队因内部纠纷被公司停赛，雪藏引无数粉丝哗然。就在昨晚，老队员重组，银翼归赛的官宣海报刚发出，全服炸了。时代的眼泪，银翼回归了。婉宝海报可爱迷糊了，所以他要继续追爱林一吗？天哪！居然是苏珊担任教练，还有我最爱的婉宝也归队了。双厨狂喜，这个什么山的什么来头啊？海报版面这么大，盖过我晚了都。楼上的新粉吧。奇迹之巅，骨灰玩家都知道玫瑰刺客苏珊。
过去蝉联5年国服个人第一，是大佬中的大佬。不过，他不是在加拿大外服第一亚瑟战队做教练吗？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珊姐做教练，银翼妥了。很快，银翼战队迎来了重组后的第一场邀请赛。不到8点，体育馆人山人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场激烈的电子竞技现场。我是你们的解说员老猫。主持人很懂拿捏气氛，语速稍快的开场白里。2支战队相继入座电竞桌。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不败神话荣耀蓝鹰战队。来，欢迎队长林一给我们讲2句。我是林一。年轻的男人眸子折光，修长指尖拿捏着话筒，金贵风流。林一是不可多得的天赋型选手，父母是京北大学教授。从小成绩优异的他却不好学术研究，一门心思扎进电竞，又因为冷漠贵公子的形象圈粉无数。现场半数观众都为他来的。亲爱的婉粉，我胡婉婉回来了。能再见到大家，婉婉超开心的。还有林毅哥哥，今晚的比赛请多指教。江婉红扑扑的脸上带着少女娇羞，朝林毅抛了一个 wink， 现场气氛燃爆。哇哇哇，婉宝 wink 也好可爱，姐姐粉永远支持你。婉婉放胆追，林一迟早是你的。咦，那个带麦上台的女人是谁呀？好眼熟。导播将镜头拉近，在我身上定格。大家别来无恙。我是苏珊，也是本场邀请赛的解说员。暖场结束。小组赛正式拉开帷幕。小组赛初赛，所有队伍分2组，每组10支队伍，20进10。这就意味着每支队伍都要打 N+1场比赛，赛程紧，任务重，很考验选手抗压力和团队默契。很快，轮到银翼对战荣耀蓝鹰。2-1中场休息，局势紧张。银翼休息室，队长，接下来的关键句，可以理智一点点吗？这关乎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我的实力。江婉掏出粉饼补妆，一面对短发女生不耐烦道：我认得她的脸，赵阳阳。银翼战队法师辅助，擅长放各种法术技能迷惑对手，辅助刺客进攻敌方阵营。他的个人赛也很优秀，名列国服前10。比赛继续，关键局尾声。就在全场屏住呼吸，紧盯着战况激烈的电子大屏，焦急等待一键分胜负的时刻，江婉突然右键，停止技能。下一秒，满屏强光开大，4-1，荣耀蓝鹰战队压倒性优势获胜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第1场输了没关系，姐妹们不要气馁，加油呀！林一哥哥好棒，婉婉又输给你了。
小公主甜美的一个 wink， 她的粉丝炸了。晚宝憨憨，呜呜。队伍输了，第一时间安慰队友打气。人美心善，我晚宝。时间太紧张，磨合不够，能理解。下次加油吧。剩余队员面面相觑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姜婉，不知道他是哪来这么厚的脸皮。台下，赵阳阳红了眼圈，拉着姜婉小臂，机不可闻地质问他：“明明有机会的，你为什么故意？关你！”姜婉猛拍开他的手，却在下一秒抓过来握紧，喉头哽咽：“对不起，阳阳，我真的很累。昨晚你让我单训到半夜2点，我也乖乖照做的。以后一定更努力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”粉丝一听急了，他不是银翼那个法师赵阳阳吗？求胜心太强了吧？晚宝一整夜没睡，体力跟不上，才输了比赛。都怪他。就是说，什么人嘛，为了赢比赛，连队友的命都不管了。心疼晚宝。我没。赵阳阳的脸刷一下红到了耳根子，窘得不敢抬头。所以，为什么不回答他的问题？对方打兽来偷家了，你不输出，杵着做吉祥物吗？姜婉直接愣了，才勉强挤出2滴泪，转身面对我：“苏教练，对不起，婉婉不是故意的。”我点点头，煞有介事：“你是有意的。真是队友，祭天爱情大无边。我很好奇，姜婉，你是怎么当上这个队长的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就凭你的恋爱脑吗？”话刚落，我立马变成姜婉粉丝新的围攻对象。这大姐什么意思啊？凭什么这么说晚宝？谁知道没赢比赛，影响他3瓜2枣工资了呗？逮着我们晚晚出气呢。晚宝就是想对自己喜欢的人好一点，不行吗？这姐是没谈过恋爱酸的她吧？现场气氛冷到极点，主持人反应快，立马拿起话筒缓和气氛：“苏教练真幽默，哈哈，不错。姜婉队长是银翼主心骨，曾经打下过很多非职业赛个人冠军。现在 B 站里还有很多他的名场面剪辑视频哦。”我嗯了声，我在加拿大也刷到过。姜婉见状，神色得意了起来，冷哼了声。下一秒，我慢条斯理开口：“那几场队类赛的赞助商，好像是姜氏实业吧？”主持人哭笑不得，连忙拦下擦身而过的高挑身影：“林一队长，请问你对对手银翼战队今晚的表现是什么看法？”林一头也没回，冷淡道：“团队不是个人秀，银翼个别队员的实力有目共睹，继续努力吧。”沉默了片刻，我带着赵阳阳离开了现场。体育馆门口，
公司的接驳车已经开走。教练，婉婉说身体不太舒服，跟接驳车先回宿舍了。赵阳阳举着手机，满脸窘迫。跟我车回吧。我拉起他的手，走向停车场。苏教练，真的很感谢你今天帮我说话。赵阳阳眼底波澜起伏。能回归银翼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归队那一刻起，我就在心底发誓，不能失去每一次为团队争光的机会，因为这也是队长的心愿。我猛地刹车。他口中的队长是前银翼队长，我的妹妹苏晴晴。从小我和晴晴聚少离多，能聊的话题也离不开战队和游戏。印象里，妹妹总会提起这位最晚加入战队，却成绩优异的女孩。你们还年轻，想做什么都来得及。我说不下去了，悲伤如光弩的卡结，哽在喉咙。我把车停靠路边停下来，踉跄下去，耳边蓦然伸出一只手。林一。他沉默地看了眼车里的人，把矿泉水塞到我手边，什么都没说走了。复出赛失利，可赛后采访带来巨大爆点，公司攥紧流量变现，给银翼的女孩们签下了几个国货饮品代言。结束通告归来，身为教练的我却成了全公司的焦点。昨晚的采访视频挂在了游戏论坛首页，特意剪辑过内容。游戏媒体锐评里，我是百官威恐吓队员的恶毒教练，而江晚是不慎出错被全员霸凌的小白花。我直接气笑。林一则打上了地下恋情曝光，为女友挺身而出的护花使者。真行。大 V 由美不好好分析战况，这么能编，不如改行当娱记去。我真心觉得，江晚不该打电竞，应该投身娱乐圈。她太会演了，伤害别人之后，还能装出一副被霸凌者的可怜模样。堂而皇之挑起网友的同理心。打开手机，我发现他的社交账号更新了一篇赛后复盘。照惯例的颜文字开头，首秀失误。婉婉真的很难过，所以也不怪队友会冲我发脾气。有时候婉婉超级没自信的，觉得自己真不配做银翼队长，还不如让像洋洋那样认真优秀的人来做队长。可我是大家选出来的，不能辜负其他队员的信任和婉粉的支持。婉婉要加练去了，今晚要一个人熬大夜呢。大家也要加油呀！疏忽间，想起妹妹也曾问过我，怎样委婉地劝一个明明有实力却整天浑水摸鱼的队友明白团队精神。我说，如果那个人执迷不悟的话，就放弃吧。可那时妹妹的态度很坚决，她说，我是银翼队长，要为所有队友负责的。我喜欢每一个队员姐妹，
也希望能亲自带着他们一起登上更高的领奖台。然后，每一次妹妹的苦口婆心，被江晚扭曲成恶意霸凌。而那时，他们团队为亚青杯做准备，正进行高密度集训。闭关训练的日子里，所有人连手机都不能带。亚青杯失利，妹妹红着眼眶，紧紧握着江晚的手臂，劝她清醒。婉婉，我们还年轻，现在应该想着怎么提升自己，而不是浪费光阴在一个根本不在意你的人身上。我一帧一帧慢放了画面。还有婉婉，我想说，林一踏。江晚面目狰狞，愤怒地甩了他一耳光。闭嘴！我不想听。就因为一句善意的当头棒喝，让妹妹彻底成为网友口诛笔伐的霸凌恶女。小组 PK 赛如火如荼。今晚的赛制是5支初赛失利的战队角逐复活赛。现场抽签，选择对战队伍。只要赢了另一方，就算拿到邀请赛复活卡了。银翼战队抽到的是来自轻视的野火队。我在国外时就有在关注这支队伍。5个年轻男孩战型多变，势如破竹，是国服不可多得的黑马。对战宣言时，江晚撩了下微卷的鬓发，甜甜开嗓：“婉婉会加油的，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银翼战队哦。”窝来婉宝活力满满的样子太可爱了。婉宝勇敢飞，婉粉勇相随。一道人影悄无声息，站定我身边。我挑了挑眉，今晚没有你的比赛。视线对上他略带异样的脸，我耸耸肩，轻笑一声。放心，不是今天。前后座的女孩们立即点燃八卦之魂。林一，是林一，他来看婉宝比赛了。一碗 CP 我是真的磕了。3-2，银翼战队险胜。不太喜欢吵闹，所以庆功酒刚开局，我就借尿遁了。包厢走廊转角，我撞见了江晚和他身边沉默寡言的林一。我们队复活了。林一哥哥，我好开心呀！你今天是特地来现场看我的吗？婉婉有很努力赢比赛哦。后者皱了皱眉，抽出方巾仔细擦拭肩膀的衣服，好像沾了什么脏东西。江晚见状，甜得发腻的脸上一僵，唇角勉强挤出一丝笑。林一哥哥，我们两队对战了这么多次，早就是朋友了，不如下次约好去青城山露营，你说好不好？江晚使出浑身解数的勾引讨好，换作其他小男生早就臣服在他的美色下。可林一不同，他是钢铁直男。江晚，舌头能捋直了说话不？还有，不管是露营还是你，我没兴趣。直男面带冷峻。
不屑一顾，把方巾丢进了垃圾桶。热闹看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却被窘得满脸通红的姜婉眼尖发现。他踩着细高跟小跑过来，手臂一横，轻蔑地看着我，态度又拽又很不屑的：“苏教练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”我瞟了眼他，直言是。姜婉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脸上一阵青白。苏教练，他斜睨着我，嘴角露出一丝嘲讽。我想我有必要提点你几句。虽然你在国外名头不小，可这是在国服，整个公司没有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踩着我的脸教训我。我嗤笑一声。公司里谁不知道他爸是京北有钱有势的实业家姜志国？我一不经商，二不打比赛，这点对我构不成威胁。哦，那又如何？姜婉气死了，狠狠跺了一高跟鞋，气急败坏弯着我：“咱们走着瞧。”激烈的 PK 赛结束，就正式进入邀请赛名额的决赛圈了。决赛地点在容纳1000人的东城大剧院，今夜座无虚席，万众瞩目。究竟是哪2支队伍能获胜，代表中国出场世界邀请赛？首场小组赛开始，姜婉不负众望的再次放水，让银翼输了一局。林毅粉丝激动坏了，感谢婉妹给毅哥送人头，嘻嘻嘻。还别说，我都快接受姜婉做荣耀蓝鹰战队大嫂了。银翼团粉扼腕痛惜：“姜队长，给点力呀！银翼不能再丢分了。”当然也有点别的声音。婉妹痴心一片：“林一，你看到了吗？婉婉加油！姐姐粉永远支持你追爱。”第1回合结束，我和队员在台下分析赛情。法师这块还要给点力。猛攻不理想，改合伙包抄，秒了对方射手。游戏记者现采问到银翼战队第1局为什么会输掉时，姜婉眼角泛红，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带了一丝哭腔：“都怪婉婉不小心。不过团队合作最重要的是默契，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才行呀。”模棱两可的回答，他3言2语就把锅甩回队里。我气得要憋不住笑了。换汤不换药的演技。记得1年前的亚青杯失利，妹妹最开始被她的粉丝抵制，也是她轻飘飘的一句：“队长，都是婉婉的问题。我下次一定努力配合大家，回去也会接受惩罚的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”妹妹不善言辞，被她的演技唬得愣在原地。好，好的。可在键盘侠的世界里，面无表情就是最恶毒的表情。于是妹妹的不知所措被曲解成了赛季失利，银翼队长台下黑脸霸凌队员，舆论就像滚雪球越来越大。
导致后来妹妹一上电竞台就被观众丢臭鸡蛋，铺天盖地的恐怖邮件、私信谩骂，好恶心，还搞霸凌。你这种人竟然能当上队长？睡上来的吧？去死吧！贱人！苏晴晴滚出电竞圈，他们只想拱火，压根不在意事实真相，引来无数游戏主播争先恐后的吃这波人血馒头。接下来的对战是个人比拼赛，姜晚 PK 荣耀蓝鹰战队许回，5-4险胜。现场一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神操作！晚宝实力惊到姐姐了。我爱晚，全服最棒刺客，好激动！大家过奖了，晚一定会继续加油，不辜负每一个晚粉的期望。姜晚甜甜笑着，眼神得意地瞟着我这边。姜晚刚才的操作，一言难尽，说是他的最大极限也不为过。错漏百出的进攻和走位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他走运，还是走运。荣耀蓝鹰本来要和他对战的花荣急性肠胃炎进了医院，临时换成了新人替补。这时候，姜晚笑吟吟走下电竞台，站在了我面前。苏教练，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您当年的风采？我淡淡一笑，真诚道：挺烂的。原来你眼中当年的我，打法这么烂。姜晚不怒反笑，唇角微微上扬，晚哪敢真在苏教练面前班门弄斧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很仰慕教练你，他想托我问一声，有没有幸运能和您对局一把。看着他迫不及待打电话不摇人，我瞬间明白了，憋一晚上了，在这下套呢。我先唇，好啊。姜晚惯会拿捏人心，知道自己一直放水肯定会被粉丝嫌弃，就时不时地赢别人一把，挽回点形象分。他又看不惯我不跟其他人一样，对他俯首帖耳。可是姜晚人心叵测，算计的多了，是会被反噬的。晴晴和我并不是亲姐妹，我们是一个孤儿院里长大的。后来阴差阳错都选择了投身电竞事业。专注且高质量去完成一件事的人一定会成功，也必然是孤独的。在电竞圈做出小成绩后，我迅速被一家国外游戏公司选中，重金聘为教练。4年，我远赴加拿大。那几年里，我和晴晴聚少离多。姐姐，我拿到银翼战队的 office 了，真的很期待有一天能和姐姐出现在一个赛场。那时候我为战队呕心沥血，日夜颠倒地加班研究打法，很少关注妹妹的成绩，只知道不到半年她就当上了银翼战队队长。后来妹妹18岁生日快到了，那是个雷雨天，我请了大长假回国，提着蛋糕
打算给妹妹一个惊喜，却在宿舍楼前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她。那个打雷下雨会钻我被窝说害怕的小姑娘，那个擦破点皮都要眼泪汪汪的小姑娘，竟然会跳楼自杀，用这么惨烈的方式结束她的花季。那以后，我无数次从噩梦惊醒，梦里晴晴满脸血污。她笑着说：“让我不要自责，也不要怪任何人。”她说：“姐姐别难过，我喜欢看你微笑的样子。”她说：“姐姐，再见。”她的声音萦绕在我耳边，经久不息，震耳发聩。我怎么能不自责？怎么能不难过？我恨不得杀了全世界。现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。池让和我从容上台，一个是电竞界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一个是战无不胜的铁血教练员。不管谁输谁赢，一定都是明天游戏论坛头版头条。5-0，胜负已分。我摘下耳机，现场激情四射。1分钟偷家，呜！不愧是我的玫瑰女王，苏莎好厉害呀！不知道林一和她对战，到底谁会赢啊？下台时，银翼的队员簇拥过来。教练，那招3秒必杀走位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苏教练，你是我的神。聚光灯打亮了我的侧影。角落里，江晚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他本以为我是个以色示人的花瓶，能当上银翼教练，一定是通过不正当途径。毕竟当初江晚进银翼的缘由，经不起推敲。可如果早知道今晚江晚的底牌是那个人，我一定不会答应。师姐，练了8年，还是菜成这样。我望向眼前1.95米的，一脸委屈巴巴看着我的高个男人，恨铁不成钢。半小时前，江晚还得意洋洋等着看我吃瘪，可现在，他丢下话筒器，脸色铁青地钻进了休息室。我笑吟吟地看他，干完就得输得起。江晚，就这样，总决赛开始了。赛前访谈间，主持人将话筒递给林毅时，忍不住八卦。听说比赛结束，林一要休大假，请问是跟女朋友度假去吗？林一眼眸幽深，大方承认。是。我微怔，回神时看到江晚怨毒的眼神投射过来。主持人将话筒举到江晚那边，江晚盯着林毅出了神，突然被 Q， 连忙弯起招牌式甜心笑唇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银翼战队呀！银翼今晚对上的是六爻战队，2支女子军陆续走上电竞台，青春洋溢，蓄势待发。比赛刚开始，啊！电竞台上响起一声惊声尖叫，六爻队长小爱颤抖地举起10根手指，
血流如注。工作人员迅速上台处理，却在靠近他的赛台瞬间，倒抽一口冷气，在小爱的键盘上赫然插了一整排刀片。比赛暂停，小爱被紧急送医后，现场哗然，要主办方给个说法。主办方第一时间调监控，画面里，一个扎着巴宝莉头绳的瘦高女孩，偷偷翻过隔离带，进了空无一人的电竞台。这时，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望向台上，一头雾水的姜婉，在她头发上就有一枚一模一样的巴宝莉头绳。现场观众什么都没说，却又好像说了很多。姜婉整个人都傻了，愣在原地，结结巴巴想解释：“我不是，这不是我呀。”网上炸了锅。银翼队长姜婉为了赢，故意在对手键盘放刀片，太恶劣了！姜婉太恶心了吧？当时还觉得她可爱。呸！更有所谓老同学匿名爆料，姜婉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校园霸凌同学，由此差点弄出人命。还是他爸妈花钱摆平的。真的只有我觉得姜婉太装了吗？受够姜婉和他的脑残粉了。花痴也能当队长，回回被次队友追爱，恶心。为男人故意输掉比赛，完事写小作文阴阳队友，下头女。姜婉的账号下面评论更是精彩纷呈。我勾了勾唇，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姜婉，关于姜婉下黑手的丑闻一发不可收拾，公司根本压不住负面消息，高层连夜开会决定，下一场决赛换掉队长姜婉。宿舍里，姜婉看着电脑上不断涌出的关于他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恶意剪辑，气得咬牙切齿。几天前，姜婉还花了好大一笔钱找公关，笑死，业内根本没有敢接活的。最后，他花了好大一笔钱，终于找到家公关公司，他们让他用娱乐圈摆平黑料那套，捐款、下乡做公益，摆拍了几张照片发上网，又找了水军洗地，收效甚微。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他的那些丑闻早已经多到盖不住，洗不白。宿舍大厅，他看到边走边摆弄新手机的我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伸出腿拦在电梯口。苏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丫怎么回事？整个宿舍都去家训了，现在空无一人。他彻底卸下纯真假面，抱着手臂俨然小太妹的口味。自打你来了银翼战队当教练，我就处处不顺。我无语到失笑。你也太会歪歪了吧！苏珊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会打几把破游戏就忘了金主是谁？别忘了这公司，我爸是大股东。信不信我让他分分钟把你赶回加拿大？说着，
他一脚踢翻垃圾桶，神色既傲慢又得意。我早让人把你查了个门清，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下贱货色，也敢在我面前拿瞧？信不信我让整个电竞业界封杀你，让你再也没办法进任何一个团队？闻言，我佯装害怕。你爸家大业大，居然还可以左右比赛公正啊！怕了吧？江晚一脸有恃无恐，冷笑一声：“只要我爸出面，别说搞你一个破教练，就是我想要场场冠军，都易如反掌。”我惊愕地瞪大了双眼。所以说，之前你的个人赛会赢，也是你爸爸在帮你喽？你以为我又不爱打游戏？我爸说了，只要我喜欢，他多赞助几场比赛让我赢着玩，哪怕是赢了林一，都可以。只是我不屑，冠军哪有林一哥哥好？江晚扯唇一笑，哎，你们有钱人太不把电竞事业当一回事了。电子竞技是个新兴产业，需要大家公平公正对待，却成了你发泄心情的地方，实在是不应该啊！你管得着吗？江晚态度轻蔑地道：“我是管不着了。不过，哈喽，关注国内电竞发展的粉丝宝宝们，你们怎么看？”当我把新手机转过去时，江晚彻底石化了。我的妈！吃到母国惊天大瓜！国内电竞黑幕成这样了吗？苏老师，快回加拿大吧，我们想你了。不少电竞发烧友还录屏我的这场外服直播，上传了国服论坛。更有热心网友挖出江晚爸爸的老赖身份，他债务缠身，早就被限制高消费和出境了。江晚是老赖之女，依旧过着纸醉金迷、霸凌取乐的日子。还有热心市民干脆举报江家公司的税务问题。江志国这次是被女儿坑死了，正焦头烂额补税，处理债务问题，压根没时间再出面替他擦屁股。江晚很快被高层辞退，踢出银翼战队，当晚就收拾衣服回家了。电竞蛀虫，退圈吧垃圾！亏我支持江晚这么久。呸！怎么这么毒？只会发嗲的花痴女，还装的258万。江晚彻底栽在了他引以为傲的手段上。新一轮比赛来临，银翼少了队长，群龙无首。这时，我向高层提出，可以让赵阳阳暂代队长一职。他受宠若惊，在会议室里迅速红了双眼，哽咽停顿。苏教练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辜负你的期望。总决赛现场，少了江晚这根搅屎棍，由赵晴晴带领的银翼战队配合默契，势如破竹，居然以半局优势险胜荣耀蓝鹰，成功入围邀请赛。领奖台前，
赵阳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她是个温柔腼腆的女孩，不善言辞，却在今夜侃侃而谈。每一个微表情，每一滴泪都从善如流，仿佛预演过千百次获奖感言。真的很感谢了我的公司，能选中我进入银翼战队。同时非常感谢我的教练，苏教练，是他一直相信我能行，我可以做到。感谢队友们默契配合，我们才能赢下了关键性的一局。现在，我们银翼战队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国服第一。我可以骄傲地对我那位远在天国的朋友说：“晴晴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们的愿望实现了。”台下哗然。他说的该不是银翼那个前队长苏晴晴吧？苏晴晴1年前不就跳楼自杀了吗？听说是抑郁症。什么抑郁症啊？他是被网暴了好不好？哎，好像自杀的时才18岁。赵阳阳，你永远是最棒的。聚光灯闪烁间，我恍惚想起妹妹的遗物里，有一张合照，2个青春洋溢的女生依偎着比耶，露出纯真阳光的笑容。照片的背面是一行娟秀字迹，希望阳阳能拥有幸福的勇气。晴晴她就是这样一个阳光明媚、充满希望的孩子啊。可惜，妹妹不能亲自到现场，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。台上的赵阳阳潸然泪下，激动说起和妹妹的回忆。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不少老粉想起妹妹做银翼队长时，无微不至照顾队友的画面，还有她明明个人赛很出色，却为了队友放弃的事，是妹妹毅然挑起队长大梁，殚精竭虑为团队默默奉献，也让大家同时想起姜婉。她简直像颗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。我冷笑着，视线逐渐模糊。奖杯、赞美，被聚光灯包围，这些都没意义了。在赵阳阳接过奖杯，准备再次慷慨发言时，场馆中央的幕布上突然闪过白光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来教训我？画面里，赵阳阳甩了女孩一巴掌，右脸颊通红的女孩拉着他的手臂说：“收手吧，阳阳。”下一秒，画面拼接天台。姜婉这个贱人总拿我爸是杀人犯的事情威胁我。我在他水杯里加料，教训教训，怎么了？你凭什么拦着我？阳阳，姜婉的确很过分，但你可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。我允许你做任何违背原则、犯法的事情。你还有光明的未来啊！难道你忘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吗？屁话！你不是也被姜婉诬陷黑料缠身了吗？你现在阻止我，你和姜婉站一边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帮凶！激烈拉扯间，啊！画面中，纯白连衣裙的女孩被推下天台，
衣袂翻飞，像朵飘零的花。咚！重重落在了我的面前。那个总是笑的女孩，满脸血污。咚！圆环形的奖杯掉在地上，咕噜噜转了一圈，停在了我脚边。场馆外等候多时的警察突然推开大门进来，带走了赵阳阳。现场一片哗然。原来银翼前队长跳楼自杀的真相，竟然是这样。这个赵阳阳坏透了呀！真看不出来，人面兽心啊他！杀了人还拿被害者吃红利，赵阳阳太恶心了。深夜10点，我送完银翼队员回宿舍后，又打车去了趟中心医院，推开1203病房，床上的女孩乐呵呵刷着手机。我放下手里的水果，满眼歉疚地看着她。小爱，对不住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小爱和我们姐妹俩是同一个孤儿院长大的，在晴晴偶然间的安利下，毕了业不知道做什么的小爱也一头扎进了电竞圈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。后来他签约6爻战队，一路摸爬滚打，坐上了队长的位置。这些年也算是做出点成绩了。小爱跟我一样，不相信晴晴会自杀，于是当我找她帮忙时，小爱一口答应下来。小爱冲我眨眨眼，颊边露出2颗梨窝，微笑着一点点拆掉绷带，露出完好的10根手指，晃了晃。珊姐，我没有真的被扎到，被扎破的是血包，我跟当演员的朋友借的。我释然一笑，你这个鬼灵精。笑着笑着，小爱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。珊姐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你也不要再自责了好吗？晴晴她一定不愿意看你不开心。望向她，羁绊在我心头了1年多的枷锁，总算完全卸下来了。我如释重负的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庭审当天，赵阳阳红肿的双眼，怨毒地瞪着我。苏教练，你是苏晴晴的姐姐。关了3天，他总算是琢磨明白我和晴晴的关系了。你关心我，替我解围，还让我当队长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没错，我笑了。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身。你不冤枉。赵阳阳。结束后，我一身轻松，慢悠悠走出法院。马路对面树荫下，一辆银色跑车头，斜靠着身姿挺拔的少年。见我走近，他扯唇一笑，绕到后座打开车门。当我看到副驾驶那只黑瓷骨灰盒，还有旅行袋时，今天就走。我问。林一嗯了声，挑挑眉。和晴晴约好的，今年去爬玉龙雪山。之前赛事太紧，又因为合约，我们没有公开关系。
更没机会好好带她去玩。现在有大把时间了。我笑了笑，手机收到一条新提醒：您的微博好友林一发布了新动态。女朋友，一起去旅行吧。重解狂魔苏小晴。配图是一张合照，女孩的笑容阳光明媚，男孩则是侧头满眼宠溺看着她。没错，林一是晴晴的男朋友。亲眼看见妹妹惨死，我崩溃晕倒。是林一送我去的医院，帮我一起处理完晴晴的后事。事实上，在晕倒前，我从妹妹紧握的手掌心拿走了一件东西，一粒银色纽扣。那时起，我就笃定，妹妹一定不是自杀的，托了很多关系，迂回婉转，上千份监控录像里，我终于拼凑出全部真相。后来，我马上辞了加拿大的工作回国，开始准备复仇计划。林一来接的机，他脸上颓然，眸子清冷，哑声道：“姐，把你的计划告诉我吧，我来帮你。”被风油公司聘用，我的第一个项目提案是重组银翼战队，找回当年全部队员，费了我不少功夫。江晚是第一个上钩的，既然他爱出风头，喜欢在大众面前表演作秀，那我就用江晚最擅长的方式，将他的真实面目一层层拔下来，公之于众。再说赵阳阳，他家条件不好，当年入选银翼是靠我妹慧眼识珠，力荐进队的。可他确实是有点天赋的，只可惜妒忌心太重，又极度自卑自负，觉得全世界都亏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想当队长，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，站在渴望的领奖台上，亲眼看看自己做下的恶。半个月后，实业家姜志国破产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京北，而姜晚在电竞圈早已声名狼藉的他，不得不背着债务穿梭在劳动市场找工作，不停碰壁，受人白眼。赵阳阳因犯故意杀人罪，被判无期，他将在监狱里忏悔终身。而我选择继续投身我和妹妹共同热爱的电竞事业，带着她的那份阳光热情和积极向上的新意气，努力的活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